嗨，什么是因果轮回啊？因果轮回啊，因果轮回听起来好像很宗教的感觉。这是圆满之声广播电台，今嘛要给大家讲因果，是这样子啊，很像，感觉好很台人，很台很中很古早味的。因果轮回听起来很耳熟，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轮回感觉上就是一直有个事情，然后一直重复，然后没有结束，这样就一次之后，然后又来一次，又来一次。那因果轮回，也就是因变成一个果，然后那个果又变成下一个果的因，这样，那就变成环环相扣。比如说有人撞到我的车子，然后我就很生气。那这个事情我很生气，然后对这个样子、对这个像，我产生了执着，我很生气。生气之后，这个生气啊，因为情绪，我们之前讲过，显化作用最重要就是情绪感觉去吹动，就是那个能量，就是提供它一个能量去帮助显化这样。那我们看到一个情境，然后我们又产生了感觉，然后生气，然后这个生气就会触动，就会吹动下一次的产生的这个显化，所以它会显化下一次我生气的情境又回来。那下一次又遇到，又有人撞到我的车，我又生气了一次，然后结果这个生气又显化了下一次生气的事情，那就一直循环，又变成一个轮回。那因果轮回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运作。我们平常讲的因果轮回，感觉上好像是一辈子一辈子这样轮回，然后不断在生命里面一世一世啊，一辈子一辈子这样。其实这些也全部离不开刚刚说的这个显化的法则。它就是你这一辈子发生了很多事，累积了之后，然后你下一辈子又显化，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又重复来。新时代有一些说法就说我们没有做完的功课，我们下辈子还会来继续做，我们下辈子还会再面对同样的课题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因果轮回，就是你如果没有从一个现象中解脱出来，然后你就会不断的循环，不断的轮回，直到你从那个现象里面解脱出来，那某一个现象就不见了，你就释怀了，你就没有那个现象，那你就从那个现象里面解脱出来。那但是我们人生里面有太多的故事所组合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故事，这样太多的现象组合成小故事，小故事组合成大故事，大故事组合成我们的一辈子，就这样组合下去，没完没了。从这么多的东西里面，我们怎么去解脱出来呢？那今天就是来聊聊这个问题。轮回是可以摆脱的吗？当然可以摆脱啊，所有东西都一样。如果这样一直循环的轮回是一个游戏，那既然可以登入游戏，那一定有登出的办法。可以进去，一定可以出来。如何从轮回中解脱出来？如何可以不用再轮回，或者完全能照自己的意识去轮回？这个其实像佛教啊这些宗教里面探讨的一个核心，如何摆脱轮回。这个议题非常大，因为我们整个人生、整个生命就是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轮回里面，如何跳出来？这是一个很关键、很核心、很庞大的一个议题。这个有一个关键，就是我们在游戏场里面不断的进行游戏，那跳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登出。你一定，我们玩游戏也是一样的，登录了之后开始玩，然后建构了一个人物，然后开始活动，一辈子结束就有点像一个地图或者一个任务或者一个场景，它结束了之后，然后你又跳到下一关去了，下一个场景、下一个地图、下一个副本，然后甚至下一个任务，然后又开始展开，然后又一连串的故事。那要从这个里面跳出来，唯一的办法，在游戏里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登出。你登出游戏，你就可以把它关掉，或者登出之后，暂时你就发现，我是玩家，而不是里面的那个人物。就是所谓的开悟嘛。所谓的开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要跳出游戏，最关键的就是要先开悟。那在佛教里面有讲到很多有关开悟的方式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佛教的修行是以开悟为主导的，就是无论你把开悟当成一个终点，或者开悟之后才算修行的开始，这都有不同的说法。但是开悟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今天我们既然讲到如何从轮回中跳出来、解脱出来，那讲到就是会讲到开悟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在轮回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梦境。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，然后清明梦，以清明梦的方式，然后在梦境里面生存，我们会玩得很愉快，我们甚至会在梦境里面可以创造我们所要的现象等等。但是你要离开这个梦，你还是必须要醒来。你不醒来，你顶多是在游戏里面，你在梦境里面能够如鱼得水的操控，但是你还是离不开那个梦境。所以你要跳出梦境，还是必须得登出，所以还是得开悟。
开悟就是跟登出是一样的意思。你登出之后，你还可以继续玩，你可以用玩家的身份、玩家的视角去玩。这时候，但是你会觉得知道自己存在于不是游戏里面去玩游戏，那跟游戏就是有距离的。那你也可以玩到一个程度之后，对游戏已经不执着了，你就把它关机，那你就不玩了，不玩你就可以走人了，彻底的离开轮回。或者你以玩家的身份，然后不断的告诉大家如何登出，你还是会再继续来玩游戏，然后也会进入不同的场景，你还是会轮回，然后但是你每一次轮回到了一个新的地图、新的场景，然后你可能只是为了要告诉大家怎么登出而已。那直到你觉得你的任务圆满了，你觉得可以了，那你就不玩了，就是像这样子。这就是菩萨。这就是菩萨。那佛呢？佛就是那个关机走人的。那为什么还有人说他是佛，我是佛？佛不是就已经没了，关机走人，怎么还有他存在？简单的说，我们在游戏里面有一个人物，现在这个人物，比如说这个人物叫做墨子，墨子是一个人物，那他只是游戏里面的人物啊，他连玩家都不是，他怎么可能游戏里面的人物会是佛呢？当然也可以说，这个游戏里面的人物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佛，就 ID 叫佛 ，ID 叫佛啊，就对啊，佛只是一个名字，只是一个名字嘛。我的 ID 也可以叫弥勒佛啊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ID 叫做什么释迦牟尼佛的转世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像游戏里面也有人自己说自己是什么马叉九啊，什么 O 叉马什么的。对呀，没问题啊，那当然这都可以，只是游戏里面的认知 ID 嘛。那其实这些跟游戏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不管在游戏里面那个人物把自己叫做什么，那些认知只是游戏里面的数据设定而已，它跟游戏外面没有关系啊。如果他说我是佛，那他这个游戏 ID 可以改成什么佛这样没问题啊，改名字不需要用金币没问题，只要自己说了算就可以。这个游戏还蛮亲和力的。要不要找一集说佛菩萨什么什么的差别？对啊，是什么？那么我们讲登出才是离开这个轮回、离开故事、离开梦境的唯一的办法。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开悟？从古代到现在，很多典籍其实都告诉我们如何开悟。有的说，像佛教有一个理论，就说必须要经过非常非常久远的时间，轮回不知道多少亿次，然后你才能够慢慢修炼到可以开悟，然后才可以登出这样。那其实完全没有时间的这种问题，它不是一个这种时间不是线性的，他所说的经历了很多，其实是从故事里面能够走得多深，那个多深就是那种时间的线性。佛教说三大阿僧祇劫，它是一个很久远的单位就是不只是人的轮回，连世界都毁灭了之后又重新建立，然后又星球又重新建立，然后怎样经过了很多次，然后的过程，反正这是一个很长久的时间，但是其实跟时间没关系，很多人都误会了，说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开悟，才能够登出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一个走得多深的问题。那走得多深，这个深度，那要多深才能够开悟？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线性的浅到深的一个过程，它是这样子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每天接触所有的事情，我们一定会有觉察。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看 YouTube， 然后再看我们双生子愿的影片，这个大家现在正在觉察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个觉察现在你就在你知道你在看我们两个，那墨子也知道我正在拍摄这个影片，我知道。然后拍摄影片的场景，然后你们正在看你们的手机或者电脑，你们看到的这个场景，就是你们看到的事情。被什么看到？被你的觉察所看到。那所以这个觉察一直都在。觉察一直都在，觉察其实就是你玩家的身份。所以被觉察的东西，我们有认为说，有一个世界存在，有一个被看的这个 YouTube 的节目存在，然后有自己谁正在看，我正在看，我搞不好正在喝着一杯咖啡一边看，有自己正在看，觉察到我自己正在看着这个节目，有外面的这个镜、这个像、这个样子。然后也有感觉到自己的存在，感觉到肉身，甚至感觉到自我的感觉。那这些所有东西都是被我所觉察到的。我的身体，还有我的感觉，我的想法，这些东西也是被我觉察到的。这些东西，这些数据就是游戏里面的人物，而你正在看着 YouTube 或者手机或者什么，这个场景就是游戏里面的场景。所以有人物。有场景，那玩家在哪里？玩家就是那个背后始终没有改变的觉察，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感觉吗？
始终不变的觉察就是玩家。嗯，那既然你已经从我们的影片里面，你能感觉到原来那个觉察就是玩家，那你已经找到玩家了，你是不是随时可以登出？你为什么会需要很久很长的时间才能登出了？那是因为我们一直被卡在人物里面，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感觉、我们的肉身，这个是我，其实这不是我，这只是一个不是真正的自己，这个只是人物。那我们一开始误认为这个人物是真正的我们，所以我们没办法登出，没办法登出到退到玩家的身份。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一切被我们观察到的其实只是人物。那我们也知道玩家到底是什么，那我只要把我的注意力往后退到玩家的那个角度，这时候我不就登出了吗？那轮回是什么？轮回始终是在人物跟场景里面运作，所以不管它怎么运作，你只要退到玩家，它就在游戏外，它就在轮回外，所以就不受轮回啦。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样是不是能够感觉到，就算没有跳出来，你也大概能够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。从这个开始哦，你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之后，你就更容易跳出这个轮回，只是你要不要而已，想不想。在佛经里面，在《楞严经》有一部经典叫《楞严经》，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印度的国王去问佛陀一个问题，好像是问说，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站在那个恒河边呢，印度有一条河叫恒河，古老的时候叫做恒河。那他们就站在恒河边，然后看着那个河水正在流动。那佛陀就问他说：“国王啊，你以前小时候能不能看到这条河流？”那国王说：“当然可以啊，我小时候就住在这边，小时候我就能看到这条河流在那边流动。”然后佛陀说：“你现在能不能看到这条河流？”现在当然也可以看到这条河流啊。那这条河流你看到的景象有变化吗？他说有啊，一些树木啊，还有那个河流的结构已经稍微不太一样了，跟我小时候看的不太一样。然后佛陀就说：“河流变了，但是你那个能看到河流的这个观察到河流的这个作用有变过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没有变过啊。”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不变的觉察，永远没有改变的那个觉察，那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。所以既然找到生命的本质，整套轮回的故事我们都可以跳出来，回到那个生命的本质，生命的源头，就是不变的觉察。所以我们从影片一开始第2集就开始谈论说，意识就是整个宇宙的一切，一切都在意识里面，就是这个意识。意识就是我们宇宙的中心，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。那你退回到意识的本身，那你就退出整个游戏的结构，那你就可以登出，就可以离开轮回。其实这个是很快可以达成的事情，大家现在知道只是一个概念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达成的一个事情。那现在要来谈到底如何登出。之前我们有一个影片是说引导开悟的一个影片，那个影片我们是用比较浅的方式，先介绍生命为什么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，然后去引导你如何跳出那个游戏。那在那个影片里面，我会处在比较接近我的本体的状态下来做引导。那其实大家不一定要看这个影片才能够登出，看这个影片是一个方便。那之后也会有更深层的引导，但是其实重点它是在哪里？重点就是那个意识的本身。那要离开整个游戏，退回到意识本身的重点是在于说，我们必须暂停对整个游戏的运作。也就是我正在看一个电影，然后看到尿急了，然后我要去尿尿，我就按下暂停键，这时候电影就停了，停格，像这样，停格了之后，那我就去尿尿嘛，那我这时候我就不会沉迷在这个电影里面，因为按了暂停键。那所以整个我们要跳出来要登出的关键就在于暂停，如何暂停？暂停键给它按下去。常常按暂停键，然后你常常去按暂停键，然后暂停时间越长就越容易登出，然后你越常去按这个暂停键，然后也越容易登出。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常常去按暂停键，然后暂停的时间你没办法控制那个暂停时间长或短，但是你尽量让自己能够保持暂停的时间能够比较久。
不用刻意去把暂停的时间拉长，因为当你去想说要刻意去把时间拉长，然后一直想着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那时候就进入了拉长暂停时间的这个幻象，也就是拉长暂停时间，这个又变成一个故事情节。我们要跳出来就是没有故事情节，暂停。那所以当你去想说我现在要干嘛的时候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情节，又加入了故事性，就没办法达到真正的暂停。所以暂停就是一种很自然而然发生的，我们只要知道我们需要把时间尽量让它长，这样知道这个事情就好了，但是不需要去做，你不要想着这件事，也不要去做，就很轻松的让它发生。那到底怎样才是暂停呢？怎样才是暂停？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一句话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那句话叫做"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所住而生其心"。它前面是一个问题，然后有人问佛陀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应该如何来升起我们这个心？那佛陀回答是说，应该是无所住来生这个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重点不是那个生其心，是无所住。那无所住的意思就是没有关注，没有解释，也就是我们要从整套轮回的机制、故事、梦境、游戏里面去暂停的唯一关键就是不解释。我们会一直对眼前的东西解释，我看到墨子，我看到巧巧，啊，巧巧好可爱哦，哇，你看巧巧好活泼，好可爱。我们不停的会对眼前的景象做解释，就算我们闭着眼睛，好，那我不看总可以吧？你错了，你以为你不看就没有解释吗？你会说，哇，现在好黑啊，奇怪，眼前有点光点啊，我好凉快，我好平静哦，啊，这样黑黑的好无聊。我们会对每分每秒，我们一直对情境做解释，即使看不到东西，我们还是会解释，那个解释就一直存在。我们必须在解释当中暂停。我们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结束，然后进入梦境，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一直在解释，每一秒我们都有很多个解释在里面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要从这些解释里面暂停。这个是一个其实每个人要如何去暂停这件事，你只要知道就好，然后你自己去摸索。你自己去抓到你能够暂停的那个机制，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以前有一个小和尚，一个小沙弥，他正在打坐的时候，他进入了一种很薄薄的认知，他对世界万物在那个静坐的当下已经没什么解释了，但是剩下一些很细微的解释啊，我还知道我存在着，我知道我存在着，这个也是一个解释啊，这个解释薄薄的，快要没有解释了。这时候他师父就拿个板子这样往他头，他师父知道他已经进入这种状态，他就过去这样啪往他头给他扒下去，敲下去，哇，他吓一大跳，哇，突然吓一跳，刚刚还存在着一点点那个解释，啪一下掉了，不见了，那个解释在他瞬间完全不见了，掉了，然后他瞬间在那一刹那就开悟了。所以开悟的机制是在你如何让自己不解释。我们让自己进入很薄的解释，然后搞不好你突然被一个掉下来的东西吓一跳，你就开悟了。所以重点是我们常常让自己保持在尽量不解释当中，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契机，就会来到你开悟的那个点，就会来到跳出任何解释而进入完全空的这个点。那每一个人其实不一样，其实真正的禅定的用意是在这里，就是我们把五官关起来啊，我们都不接触，眼睛不看，耳朵不听，其实眼睛也可以看，耳朵也可以听，就是不要去解释就好。但是你如果不去接触，你就会比较少那种解释。我们就然后身体也不动，然后我们就进入一种很薄解释的状态。禅定或者打坐，为什么不能够很容易开悟的原因，其实它已经是很接近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会闭着眼睛，还是会一直解释。哇，我现在看到光了，好亮啊！哇，我看到什么影像？我觉得好舒服，我的意识进入另外一种状态。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跳出游戏，那些境界啊，那些感觉啊，全部都在丢。所以在静坐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去理会那些境界，不管看到什么，感受到什么，有觉察到什么，一切都不理它。我们要回到那个觉察，而跳出那个所觉察的东西嘛。所以我们不管所觉察到的是什么，我们都不要去解释它，一解释就产生了故事性，产生了情节，产生故事性，也就是我们看着一切的发生而不去解释它，我们觉察所觉察的我们把它放开，然后最后就剩下觉察的本身。那觉察本身不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吗？你就啪跳到生命的本质，这样就开悟了。其实
登出游戏开悟，它就是这么单纯、这么简单的事情。这世界上把它弄得很复杂，然后很多东西来干扰、迷惑，用意就是让你们远离这个登出。世界上有太多理论是让我们远离登出、远离这个真正的生命的一个出口的，用意就是混淆，让大家没办法真正的登出。应该是说99.9%的理论，并不是让我们真正的登出，反而是混淆。有些可以把你带到登出的前面，然后在那边绕了半天，然后你就还是在那边绕，就出不来，这样始终没有办法跳出来。因为所有的在世界上所有我们的认知，都是一个阻碍我们登出的一个现象。我们的认知、我们的判断、我们的信念、我们的想法，它都是被我们觉察的东西。只要是被我们觉察的东西，它不可能让我们跳出来，回到觉察，能够跳出游戏。所以这些现象，只要是不管是方式啦、法门啦，然后理论啦等等，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会让你困在跳不出来的状态。为什么佛陀在最后他学习的一个过程，他离开了皇宫，开始寻找生命真正的意义，找了这么久，最后为什么他放弃，走到一个菩提树下坐下来啊？算了，没辙了，放弃了，万念俱灰，想说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已经把该学的都学会了，拜了那么多老师，我都已经学到尽头了，为什么我跳不出来呢？后来他放弃了，他就坐在那里，进入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好想的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需要去思考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最后他就处在一种没有解释的状态，然后就跳出来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。所以很多方式是把我们引领到跳出来之前，然后停在那里。即使我们觉得，哇，我们进入了非常好的境界，然后我的灵魂可以离开身体，到很多不同美丽的天界，然后游历了一番，然后我的意识可以变现实，哇，我想要一把火，手中就出现一把火，哇，我想要飞就飞，想要干嘛就干嘛。我想要眼前有一颗石头，在我现实中真的出现了一颗石头，哇，我已经是佛了。对呀，我就觉得哇，我是佛，好开心哦，我已经成佛了。这些现象哦，把你带到那个登出的之前呢，然后你产生了很大的境界，然后你就被那些境界迷惑了，然后你就觉得啊，我已经是佛了，好开心哦。其实还在游戏里面，真正你成佛，真正你开悟，在那一瞬间你是不会有任何想法的。就算你眼前有一切变化神通啊，在那里跑啊什么，你一个想法都生不起来，你不会对他们有所解释。不解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关键嘛。你登出就是没有解释，你怎么会对这现象有解释呢？你怎么会说哇，好酷，我成佛了？有成佛这个想法，你还是成佛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，啪登出来，没有解释，不解释。所以大家掌握了这个关键之后大家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想法，大家其实就可以开始运作。怎么运作呢？你可以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坐下来，一开始看着那个风景，然后觉得啊，山好漂亮，水好漂亮。那慢慢你把那个山啊、水啊这些解释都给它放下来，就很单纯的存在着，没有任何的意思。那或者你在家里打坐、冥想，哇，开始做，所以说你就把所有能放下来的全部放开，进入一种很单纯的存在着，完全单纯的存在着，不要有任何的解释想法。想法跑过没关系，你就看着它发生，一个想法跑出来，然后它又不见了，你不去管它哦，它就马上就不见了。所以很快想法就越来越少。我们想法会一直跑不完的原因是，我们去管它，我们去理会它，我们去延伸它。当想法我们不去延伸它的时候，它就会越来越少。我们也不用去理它，想法是想法，我们不解释那个想法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跟现象一样，起来又不见，起来又不见。这时候你很单纯的存在着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任何需要去想的，没有任何的作为，没有作为，没有想法，没有认知，没有解释，单纯的存在着，最后只剩下那个存在的本身。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可以尝试，在每一天花一些时间去让自己单纯的存在着，而没有任何的状态解释。然后在某一个契机来的时候，你就有可能会跳出来。以后我们也会有相关引导的影片继续来，有兴趣的跳出来的朋友啊，就可以继续来看。